好，今天的節目呢，很多的海戰話題。剛才我們聊完了環太軍演呢，第二趴我們繼續來看中日的海上交鋒，現在矛盾再度升溫了。因為中國國防部直接點名了日本的海上自衛隊，說近期是動作頻頻，派出了艦艇、巡邏機對中國航母編隊進行近距離的跟監，已經影響到了中方的正常軍事活動了，還要求日本呢立刻停止這樣子危險行為的挑釁。好，那日本方面他們則是搬出了國際法，強調自衛隊做的事情都是這個符合依據的符合程序的但真的是這樣嗎？我們來看中國的半官方智庫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他們就公布了一個航機圖那個航機圖指出呢，自衛隊是陸續從一些地方，像是後木、包括陸烏、那霸這些基地在4天的時候呢，就出動了多達11架次的 P-1 海上巡邏機，而且從日本本土附近一路延伸到台灣的東部海域然後進行了非常密切的這個巡航監控，可見這個日本做這麼多緊迫盯人，然後想情搜，想看一下解放軍現在越來越壯大的這個遠洋艦隊究竟在搞什麼事情所以一直想來看。那立將軍會覺得日本這一次模擬解放軍這樣可以突破第一島鏈的封鎖，甚至被外界視為很大的一個看點，就是遼寧艦跟安徽艦首次的雙艦合併這樣一個深度演習，哇，是不是太吸引人了？不看幾眼都不行，所以才被中方特別點名。這裡面有什麼文道？我們從美日最近的一場軍演叫“勇敢之盾”它演習的科目有一個科目叫做這個奪島演習就是如果說這個島被這個佔領之後，他們要2棲登陸作戰，再把這個島反奪回來。從這個過程，為什麼要特別做這個科目演練？以前是沒有的。那就是代表他們認為說，第一島鏈的這些島，包括到這個宮古海峽，對，這南北2個島，或者是與那國島如果說戰時的時候，解放軍事實上是很容易佔領這幾個島建立所謂的反封鎖的陣地。我們從這一次遼寧艦為什麼跟這個075兩棲攻擊艦這個聯合做安徽艦做聯合的演習，事實上。在之前，解放軍他只是做制海演練，我們看到最多就是雙航母，但是從來沒有演練過說是航空母艦跟2棲攻擊艦在一起演練。那這一次會做航空母艦跟2棲攻擊艦在一起演練，我覺得很明顯的2棲攻擊艦它主要任務就是登陸作戰嘛，那代表解放軍是不是如果說戰時的時候，為了這個如果日本跟美國聯合起來，將這第一島鏈作為一個封鎖的島鏈，在這邊部署的反艦飛彈或者防空飛彈，準備封鎖住解放軍海軍，不讓它進出第一島鏈的話，那解放軍是不是反過來我就直接將你這個島奪取了？這可能性很大。我認為這次是做這個。那為什麼一定要航空母艦跟2棲攻擊艦一起做聯合的演習呢？你知道2棲登陸作戰是很複雜的一個作戰行動比制空作戰、比制海作戰還要複雜。為什麼？第一個，它要制海，它必須要在海上面，它要有反擊力量，要整個控制制海權。第二個，要有制空力量，制空力量除了說是空中整個作戰空域的這個空優讓它保持之外，它必須要用空中火力來密接支援地面登陸部隊作戰。除了要密接支援登陸部隊之外，他還要做阻絕作戰，也就是你若要反擊的部隊，我要將你阻絕在外面，讓你打在外面，讓你沒辦法來這個反登陸這個所謂歸附作戰，我教你這些，譬如說是日本跟美國在奪取之後，他們如果說想要來增援的話，我要叫你拒絕在外面。所以空中來講任務很複雜。第3個部隊叫什麼？叫登陸部隊登陸上去的部隊，然後之後上岸之後還有陸上部隊指揮官地面作戰不會做，那整個是一個聯合作戰。那我們所以為什麼這次來講的話，我想遼寧號它負責的就是制海跟制空的一個作戰任務。那075兩棲登陸艦，這次它上面帶的有這個包括直20直20F 反潛的直升機，也有這個登陸用的運兵直升機，也有對陸攻擊密接支援的這個作戰飛機所以我覺得這次遼寧艦安徽號跟這個跟遼寧艦一個航空母艦，一個2棲登陸艦在一起在西太平洋做這個演習，目的是不是在演練一個奪島作戰？
那多少作戰目的，就是我認為解放軍未來在第一島鏈已經是反守為攻了。以前來講，你封鎖，我想辦法反封鎖。那這次來講不一樣，我認為說是不是就是對美國跟日本有個威脅？你如果真想把我封鎖在這島裡面，第一島鏈之內，我就奪取你幾個島，然後開放這幾個島，我的艦隊就可以自由進出這個西太平洋。難怪這個時候我們看到，這一次8月份這個日美的聯合軍演裡面有一個科目叫兩棲登陸。那我們以前會覺得奇怪，兩棲登陸你到底要到哪裡登陸，對不對？在現在我想說，跟這次的這個遼寧跟這個安徽號哈聯合演練，應該很明顯日美兩國應該可以感受到，如果說解放軍是不是有這個演習想定啊，作戰想定，就是說我直接如果說你在這邊部署島上部署這個反艦飛彈、防空飛彈。那我以前只是挨打的這種份啊，那現在來講，我就直接把這幾個島奪取佔領之後，那你就整個開放，整個島鏈整個就開放，可以自由進出海峽。了解，將軍剛剛幫我們分析了這一次雙艦合併的看點啊，其實講得很細了，包含遼寧艦負責制空制海，還有艦載機奪取空中優勢，壓制海面的威脅等等。那075安徽艦則是負責立體投送，還有低空突擊，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兩棲登陸作戰嘛。可以看到，這已經不只是一個單純的這個艦艇的編隊了哈，而是把陸海空要整合成一個遠洋的特遣打擊力量。想要幹嘛？把戰場推線到第一島鏈之外，甚至是逼近第二島鏈的方向。那這無疑就是美日安保條約這個守備範圍跟大後方啊，是絕對沒有辦法丟失的一個地方。所以現在日本對於解放軍航母編隊反應是越來越敏感，是不是察覺到呢？意識到跟過去好像靠第一島鏈限制住中國海軍的策略，8年前、10年前也許還管用，但是隨着現在中國海軍進步的速度太快了，下艦的速度太快了，他們已經感覺有點越來越過時了。要封鎖住解放軍在第一島鏈，已經是不切實際嘛？葉老師，你的看法？這個我把大家這個記憶力稍微恢復一下好嗎？就在5月28號的時候呢，那個時候我就是看到那個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呢，毛寧有提到，就是說是日本跟菲律賓啊，要計劃把台灣東部的那個海域啊，要直接做一個劃分啊。那台灣政府的話呢，雖然是樂觀其成啊，但是我心裡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呢？因為呢，大陸難道沒有反應嗎？大陸難道不知道嗎？這個不是台灣的這個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的海域不就是大陸的海域嗎？怎麼會容許你這個日本加菲律賓在那讓你劃分呢？那我現在呢，聽你這個消息一講，我就明白了，他們故意把美國拉下水啊。這個東部的話呢，就已經明顯的過了第一島鏈嘛，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得清楚啊。這裡面牽涉到3方面的問題啊。日本的話呢，地圖一打開，日本整個過程是第一島鏈中最主要的部分。那麼這個是對它而來的嘛。這個不管是遼寧艦也好，或者福建艦也好，大陸的航空母艦的話，制空制海都是針對於再加上它的兩棲登陸，那合起來的話呢，這個裡面當中就不排除有登陸日本的可能嘛。那第二點的話呢，就是說你不把美國拉下來的話，光靠日本跟菲律賓管用嗎？他心裡非常明白啊，大陸本身來講的話呢，做這種萬全的準備。然後第3個的話呢，就是說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非常奇怪，因為5月28號的時候呢，宣布講說這個是中國絕對不能夠坐視不管的。那5月29號，大陸的那個海警船就出來了。那在那種情況下的話，我就覺得說，難道日本跟菲律賓一點遠見都沒有嗎？他們不能夠 foresee the future 嗎？對不對？那他就知道中國會有這種反應。原來我這個發覺說，這個就是。弄到台灣的東部的海岸，基本上意思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要有這種事情，不可能也沒有辦法把這個大陸的海軍力量圍堵在第一島鏈裡頭。但是第二島鏈也還不至於的話呢，但是在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美國一定要下來。美國如果不下來的話呢，那麼這個問題的話就沒法解決。而且實際上的話呢，大家要了解，以大陸的這種海軍的實力，日本是囊中之物啊。所以說把美軍拉下來的話呢，那麼對於日本來講，在安全上會比較增加一點，所以才會做出這種冒進的措施。那不管台灣政府怎麼講，對於大陸來講的話，這是個好消息啊。因為東部的海域的話，馬里亞納海溝海水很深啊，大陸的核能潛艇就剛好要停在東部啊，借這個機會好好探測一下。所以說這個整個來講的話呢，就是一個國際大陰謀。你看，在亞洲，日本想拉美國下來；在中東，以色列又想把美國拉下來，也是這樣，完全一樣的情況，完全一樣的情況，因為他們單獨沒辦法應對。了解，好，值得更多關注的焦點，還有本場演習的另一個重磅的亮點，就是運油20是飛的了。這一次他也參與了演訓，那他的這個任務啦，正如他的名字，專門就是為艦載機進行空中加油任務的。那代表解放軍正在演練航空母艦的編隊跟這個陸基空軍的協同能力。另外，直升機方面呢，也是有一些看點。網絡現在就流傳一張照片，是直20的
模型照片，我們看啊，它在機頭的這邊啊，疑似有一個這個空中受油管的設置。就引發了大家的想象，說，如果直20真的具備了空中受油的能力，那它的任務模式将會得到很大的提升，包括这個多場域的戰術啊，就可以打很多嘛，比如說這個外圍的反潛圈啦，拉長這個偵察直升機的滯空時間，然後突擊型，甚至可以跨越這個跨區域的投送兵力，這些島礁、岸灘、高原山地都它可以來執行，大大的增加了直20能夠發揮的這個戰場的價值。好，那如果這個直20這一次也是他們在空中受油的這個測試的項目之一，而且這個油如果真的加上了的話，這對解放軍可以帶來多大的戰爭藝術？我想這個教授應該很了解。那我这分2方面來看，那最航空母艦起飛的歼15，那運油20對它只是空中加油，可以讓殲15的作戰半徑跟打擊範圍更廣，因為經過空中加油，它只要設定一個安全的空中加油走廊來加油跟受油，它就可以繼續延伸它的作戰半徑。這是對殲15來說來搭配的運油20。但是這個直20它是直升機，對，直升機速度慢，運油20速度快，可能直升機要搭配另外一形態的空中加油機了，不可以用噴射，因為運油20速度太快，直升機速度慢搭配不上。那你這個要搭配，你畢竟在空中加油的時候，一定速度要相等。是。你速度不相等，要拖了，对，變成如果是空中運油20減速，讓直升機能夠最快的速度，一直它最大速度它減速，但是問題是運油20它在滿油狀態下，它會失速啊，它會失速就很難控制啊。它有最佳巡航速度，但是它最佳巡航速度的時候呢，直升機跟不住，運油這個直20跟不上運油20，所以可能要用一個類似，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在發展一個中型的運輸機，有點類似美國的136。我一看，是螺旋槳的，這個就是要對直升機加油。所以現在的這個直20啊，在它的右邊，你注意看它的模型呢，右邊有黑黑的、直直的出來的一個空中加油管。對，它先做，你不要到时候再裝，那時候再裝了變成购改，购改那有成本很麻煩的。我先裝那個直升中型的運油可能是運油30還是什麼，那可能不是運油20，對，來剛好來搭配，這樣子這個直20，因為直20啊，它的留空時間大概就是最大最長大概4小時，4小時，那作戰半徑就來回啊，那最大只有300公里，為什麼？它只有600公里，600公里有300公里，300公里600公里了，那你就變成我們知道在海域作戰是廣域的，海面是非常大，你怎麼樣在做反潛？你要輻射出去，因為我這是航空母艦。輻射出去四面八方，看多大的海域，下面有沒有潛艦，那就變成要靠這個直20。那你留空時間越久越好，你不要，因為你要去做耕田式，輻射出去耕田式，結果你要回來要落艦要加油，不要，你一直給我反潛，我只要空中加油機上去給你加油，加完之後一加滿繼續4小時，我加一次啊，結果你4小時你可以飛8小時，一直留在天上，你就留在上面，你就繼續，你不要又跑回來，結果才這個我們講的反潛，你在水下對這個水下目標掃蕩啊，你才掃蕩了一部分而已，結果你就跑回來加油了，結果時間又過去了，然後又起飛，又到那個目的地，你又來回又去了，又減掉了一個半個小時，那去半個小時，回來半個小時，你1個小時沒在反潛呢？為什麼？你再回來加油又去啊？所以那你不要去，你不要回來，我空中加油區過去幫你加油，你繼續只是反潛，把水下的目標做一個水下掃蕩看看。有沒有潛艦在下面幫我擴清水域？因為水上目標的這些船呢，不管是飛彈驅逐艦、護衛艦、巡防艦來看，一看雷達一看一目了然，水下你沒有辦法，因為現在又是崛起這個經濟系統，而且美國的所有的潛艦都是核動力的這個我們知道噪音值就比較低，不是那種柴油在那燒那個爆炸的，所以它的安靜聲呐要去抓它沒那麼簡單。那就要讓這個直20的這個直升機啊，好好的把這個整個廣大的海域來做掃蕩。所以我是認為現在還沒有進入乘坐階段，對，但是已經做規劃階段了。那要規劃階段要搭配，那飛機裝直升機直20裝空中加油受油管，那現在中型的空中加油機的螺旋槳的，類似美國C130已經開始做了，所以它是雙管進行。所以這場演習來把這個科目弄進去，也是蠻有一個實驗性質在裡面。這樣對，那這樣子來做的話，來做驗證，它是
在演習當中找缺點，他看到了水下反潛是短板。了解。因為直20出去要掃那麼大的面積，然後如果沒有空中加油，而且航空母艦是在動態的，你還在做延伸輻射出去，在做水下掃蕩，所以要有空中加油機才可以一勞永逸。歼15的問題解決了，直20的空中加油還沒有解決，所以他就是在演習當中、訓練當中找他的短板，針對短板來提升、來改正。是，好，謝謝教授。那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